关于旅行，我记得我的高中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让当时的我不太理解的话。他说，人矛盾的地方在于，学生时代总是有大把的时间，但却没有钱；工作后赚到了钱，但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旅行了。现在已经毕业了2年的我，开始慢慢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然后在那一天选择踏上了一场名为青春18的旅行。我现在正在 JR 的车站里面看到了一幅海报，青春18票，这就是我们这次旅行的主题，回归18岁的时光，坐最慢的车，走最远的路，花最少的钱，看最棒的风景。青春18是 JR 铁道推出的一种特殊车票，非常便宜，只要12050日元，可以在5天的时间内自由乘坐任何普通列车，不受距离限制，也不受年龄限制。当年我们就用这个车票从东京穷游到北海道，每天住青年旅馆，看遍了沿途的美丽风景。所以青春18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种特别的旅行方式。而这次我和苍老师打算重回18岁的夏天，一人一包一台手机，开始了在9州的青春18穷游旅行。这边铁道都是学生在坐，等他们有驾照了，他们就不坐这辆车了。哇，他这个车票可以用支付宝买。パスポートとか持っ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这是我们在9州的八代站从 JR 换成肥萨橘子铁道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外国人可以买到将近半折的1日券。哇，Day train pass。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还帮我们把车拦住了。可以。这种私铁的1日券也很方便，和青春18一样，能够无限制的乘坐这段铁道。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被窗外的风景所吸引，大可以自由的下车。我绝了！天啊，曹老师，出来就这么漂亮！哇，这个太绝了！在这种偏远的乡村里，自由下车的代价是，车的班次很少，下一趟车要1个小时22分钟后才来。但这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享受这里的风景。这车站真绝了！哇，就只是在上面走路都觉得无敌了。有住在这儿的人，每天打开窗户就能看到海。喂，我们呢就被这里海边车站的风景吸引，从这儿下车了。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35毫米，在设置里边可以改，默认35毫米这个。1个小时。可以。有时候这个你一下吧，就得在这等好长时间。話題となっているひらめき系謎解きクイズにオレンジ鉄道の車両や駅を巡って挑戦。見事謎を解き明かすとサンリオキャラクターパークハーモニーランドのオレンジオリジナルグッズが当たる目的をお送りします。哎呦，逮着你了吧，小螃蟹！出来！我会被网爆的吧？我可能得多拿一会儿，它自己钻出来。哦，他就不知道他被拿着了。对。哈哈。你下回去了。在这个安静的海边车站，时间过得比想象中更快，下一班列车很快就来了。这次旅程中，我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电车，
有熊本熊涂装的，有前面眨巴个大眼睛的，还有装着电风扇的老古董，也有涂满骷髅米的粉色痛车。哇，我们今天坐的这个电车又是特别哦，跟玩偶一起坐哎，太可爱了。哇，这个车的列车长也是个女生哎。我们现在来到了慈眼寺，苍老师说这边他以前来过，吃过一个很有特点的料理，是在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吃。吃什么呢？吃面。这么乡下的地方，到哪里去找吃面的地方？今天的天气也是真的好，实在是晒炸了。我们决定开始打伞。哎呀！田老师，你不会要拐卖人口吧？太起眼的场面。哇，这里边凉快了。不是要吃饭吗？怎么跑到神社来了？吃的就在这里边。啊？这是吃啥呀？啊？到处都是青苔。这边有人了，好像有一家店。这也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吗？对，在这里了。果然是排队的，经常在念番号。哦，他这边是先买上那个试卷，买了之后呢排队，我先拿上可乐。1名様、31番テーブルにどうぞ。所以这吃的时候只会有我们2个人吗？对呀。不是吃大家的口水啊。是。我很好奇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在凉水里面涮一下？这是凉水吧？凉水，它会动起来，它会流动的。这个缝都是黑的呀。不要去在这些细节。熱いですので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嘿，你也演示一下来，这咋吃？小芥末。有点像吃那个手把的那种，夹了之后，还要在里面转。意义在哪里？这个面本身就是熟的。对，就是让它可能，就是让它充分冷却一下，然后筷子就这么立着，它就能吃到了，夹在筷子上，然后它就会比较松。这个本来夹的时候还是比较硬的。学到了。哦，就放在这儿，它就来了，直接就绑在那个筷子上。尝一下。味道是很好吃，很适合夏天吃。我觉得吃流水素面的最大的爽点就在于，你不用自己去捞面了，它自己就粘到你的筷子上，这个是非常神奇的感觉。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看起来是平平无奇，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了？樱岛火山喷发了！我天哪，这个地方据说天天都在喷。我们来的第一天就见到了，刚到的时候，这个山被云挡住了，现在它出来了，刚还喷了，这么看还是很震撼的。5点16分，对，直接绑过去。我们今天先去 check in， 然后晚上要去 JR 最南部的车站，对吧？对，最南边的车站，去那边看日落。因为这个车站叫伊布斯基，就是意思是喜欢伊布。是吗？所以 Pokemon 在这边也弄了特别多伊布可以抓，井盖都是伊布。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民宿离这边走路就5分钟，很近，应该是这个房子了。到了。こんにちは。ブッキングで予約しました。可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大家猜一猜这个价格呀
只要320块钱，这个在日本来说是已经非常便宜了。我们今天住的这么一个大 house 呢，还有专门的空调，太好了。昨天那个地方其实还挺吵的，它那个空调的声音特别大嘛。今天对呼噜声还是挺大的。说来，其实我已经有段时间没住过这样的青年旅馆了。现在出门为了方便，大都是订的酒店。但这次的旅行中住的旅店和胶囊真的都太宝藏了。比如我们第一天在长崎住的市里唯一的一家胶囊旅馆，它叫 Fast Cabin。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是商务舱呢，坐飞机商务舱坐不起，我们可以在这个酒店住一住商务舱。先刷卡进来，哇，这个样子哎。这里像是宇宙飞船的太空舱一样，一人一个隔间，门口还有手动的窗帘。公共区域的浴室和卫生间也很大很干净。一晚的价格是4357日元，住在这样的小小睡眠舱里，特别能给我安全感。还有我们在天草住的一对夫妇开的青年旅馆也是这样的，整体装修风格非常的明亮简洁。公共的客厅里还有黑胶唱片机，老板娘做的热狗早餐也是一绝这是我在日本吃过最好吃的热狗了。住过的这些地方让我觉得青年旅馆和胶囊也有他们闪闪发光的地方。介绍完了民宿，就让我们前往 JR 最南端车站吧。我们来到了日本最南端的车站西大山。前面有很大一片那个向日葵花田，好大一片这个向日葵花田。跟大家讲讲，在 JR 最南端车站，看着开文月和向日葵花田，这个吃晚餐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景色很美，但是你能闻到一股农家肥的阵阵飘过来的味道。我们就在这边等日落。哇，现在这个光线太梦幻了。再去一把。虽然是热，但是能看到这样的云朵，漂亮。我们就这样坐在向日葵花田前，走在田野间，忽然间隐约听到电车的声音，再一抬头，哇！这是我们来这几天遇到过最棒的日落，平时也不多见。然后开文月旁边的那个，哇塞！我要赶快走到车站旁边去拍一下。不敢相信现在是这样。哇，天哪，从来没见过这么特别的火烧云，放射状的。
在一个美好的日落时分来到 JR 最南端的车站，那么你就会看到这样的风景。青春18的旅行让我们处于自由和不自由的奇妙平衡上，选择了在一个地方下车，也就选择了和这片土地独处上几个小时。第二天，我们又早早起床，坐着始发电车，决定去昨天的山顶上看看。看着日出吃早饭，吃完早饭就会发现这体验很棒。台梦，哇，这个站什么都没有啊。OK， 现在是早晨的6点半，我们几个小时后就将站在这座山的山顶。我的妈，身上的汗让水流出来了。走进来确实都不一样啊，它这个地面都是这种火山呢，跟富士山那挺像哎。哇，旁边就是大海。在山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山顶完全没有云，但等到我们真的爬上去，好消息登顶了，坏消息在云里。呀，登顶啦！用青春18来攀登开文岳，两班电车的间隔是6个小时，不多不少，这刚好是登开文岳的标准时间。所以这样坐慢速小电车的旅行，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不方便，反而是能够让我静下心来，好好感受每一次新的邂逅。